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6年1月16号。那么我们今天直播就从现在开始了，美东时间11点半，也就是现在，到美东时间12点30分钟。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你好，秦朋友，请确认一下这个声音和图像有没有问题？你想分析一下 AMD 没有问题啊？我们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我们就可以开始。好的，谢谢确认，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说一下这个标普的指数大盘。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现在是什么位置？4835这个是这波的起涨点，也就是 A0 就是也就是说在我们模型里面就是这个开始的位置。也可以是往下跌的时候就是负 A0， 对吧？往下跌的时候这个位置就是负 A0， 就是向下的。往上的话就是正 A0， 你可以用这个标识，因为这个标识的作用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要是做这个机器人交易的话，自动化交易的话，这是有用的。那么这个 A0 起点是可以任意定义的，所以说我们是定义从这个起涨点开始分析。你说我只分析后面这段，我定义为 A0 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 A0 的起点是由你来定义的。那么我们定义的这个日线上起涨点在4835，这是进入段 A 中枢离开，做了一个 B 中枢，非常经典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一个趋势上涨。但是你想跟下来，你从4835能拿到比如说6900，这个难度是大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幅度，42%的一个空间，你说我从这里我就拿到这个6980，这个是非常难的。但是你要是用我们的跟随逻辑，对吧？我们不预测，我不知道它能涨到多少，我只跟，那么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不要去预测它能到多少，但是我去跟随现在市场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在是到了 B 中枢了。那么到了 B 中枢之后是有几种模式呢？我们需要做一下完全分类。你只有做好了完全分类，因为对股票来讲，不是涨就是跌，要么就是横盘嘛，就3种形式，所以它的这个分类比较少，所以你可以用这种叫不测而测，禅论禅师叫它不测而测，不需要你去预测，但是呢是把它这个各种情况都分类出来。那么它要么就把这个中枢震大了，震成9段，对吧？那这样的话就升级了。升级之后，前面这个 A 中枢就变成进入段了，那就变成进入段。它升级之后可以继续往上生长，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就是我突破上去了，或者说我这个上冲力度比较强，一个回撤不回到这个中枢，给一个300之后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对吧？这往上走，或者说我这个砸下来了，然后给一个3卖也可以。现在这些可能出现3买和3卖的情况都没有出现，所以更大可能就是在这里做中震荡。那么现在这个起涨点在6824，也就是6824是你可能所要，就是说小周期上所能做交易的这个 A0 起点了。那么我们专注的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一小段，看一下1小时上。那么在1小时上，这个6824就是我在这个周期上分析的 A0 起点。那么它这里也有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你看都围着，你只要前3笔构成了中枢，画出来中枢的结构之后，后面就是一个中枢震荡啊，对吧？那么这个位置，你说你前面已经画出来中枢了，它到了这个位置了，踩到这个位置，然后又那个想尝试跌破120均，但是又出现底分析。你说这个位置肯定敢尝试买呀，因为你在做中枢震荡操作策略的就是上方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仓，中枢下方或者中枢的任意位置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仓，对吧？就是一个加减仓的动作。这个位置你想抓的话是不难的。那么它又上去了，那么上去也没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就是一个2卖嘛，对吧？所以说当然我们做复盘或者说你说这马后炮也没有问题，对吧？你肯定知道这个位置该买该卖，这个位置该买，但是你在当下的时候能不能够做出来？那么现在呢它又回来了，也回来乘以比了，没回到中枢里面来，这就是我们刚才在日线上说那个上去了没回来，那么这就是一个潜在的3买。也就是说从6824这个结构，它如果说给一个3买之后可以再打一个高点，以这种方式来结束这一笔。也就是说现在日线上这一笔现在还没结束，你要么是3买上去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要么往下来，说现在是有可能要形成这个1小时3买之后往上走，或者说
如果说不去突破6986可不可以呢？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是 A 中枢 B 中枢，但是两个中枢的高低点要接触，形成一个扩张升级之后可以继续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这之后的情况，现在就是潜在的可能性要出现一个1小时的300往上走。所以你如果说在跟踪它，那么这个位置出现300了，潜在300，你要进仓位的，1小时这个300进仓位，对吧？突破这个我就跑掉，或者我就走掉。如果说不能够突破，比如说到了这个高点位置，那没有力度了，我也要走，因为它可以在这里做中枢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你在做跟随交易的时候，如何去观察，如何去分配仓位。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指数简单说一下。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家的提问。先看一下啊，上面有一位这位Game 朋友，每次我不知道是留言还是已经也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但是我们也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ONDS，这个股票的话，我大概看了一下，它是一个这家公司专注于什么呢？工业级的无线互联网以及这个自动化无人机系统的一个技术公司，盘子并不大。现在在交易的价格是 12.32， 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你看它周线上的图形非常的好，周线从这个 0.3146 起涨点，也就是 A0 点之后，在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在周线上盘了很长时间，这是从23年一直盘到了25年初吧，盘了能有3年时间，2、3年时间，盘了两3年时间之后，做了一个大底之后，开始慢慢往上爬升，对吧？所以说你如果说跟随它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进场的话，就是非常的占优势嘛。但是这个从 11.7 之后有一波大的回落，但是呢，回落虽然说回落幅度也很大，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回落幅度，回落了 57%， 非常大的一个回落，但是还是形成了这个大中枢的一个300，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对吧？所以你在这个做交易的时候不怕回落，那前提是你要在这里有减仓，你减了你才能买回来。所以这种大的回落回档，反而是你非常好的再次买便宜那个股票的时候一个机会。所以回落不是坏事，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节奏要把握好，该减的地方减仓，该加的地方加仓，但是它这个回落是相对比较深的，已经踩到了接近 0.118， 但是也没有跌破，对吧？但是也是我们看一下裸 K， 也是形成了底分型之后才起来的呀。你形成了底分型之后再买也来得及，你买到7块钱也能翻番啊，对吧？它涨到了15。所以现在这个什么情况？现在在周线上已经3段了，离开这个中枢之后是一个1、2、3，但这个3现在有点弱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测的话，这空间也比前面的这个1要短，但是它没到等比例在16。那么现在是开始本周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回落，那么现在看它是不是要再次回落一笔之后在这里做中枢再往上走，还是说在它小周期里面有一个回档，然后再继续突破 15.28 也可以。所以说你现在关注重点就是最后这一笔，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那么它的内部从这个起涨点把它标出来，4.95， 从 4.95 这个起涨点我们看一下，它这结构不饱满，这个 4.95 这个结构不饱满，它只有3段，1、2、3啊，现在在走第4笔或第4段或第4浪你都可以，对吧？它这只有一个浪形的模式，它完全可以是不碰到前面的这个小高点，可以再给你5，或者说是什么呢？或者说不碰到前面的高点，也可以往上走，在这里做中枢，然后继续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现在是在走这个第4笔或第4浪的一个回撤，那么你就需要这个小周期上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进入段，然后2次回荡做了这么一个中枢，但是现在这个 MACD 并没有这个转折的这个还没有开始出现转折，起码在收平，然后再可能往上走。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小中枢的离开段有可能还没结束，所以你需要跟的话就跟踪1小时这里。它当然也可以继续往上延伸，如果说进入段离开段不背驰的话，它可以做2小中枢之后再打一个低点，这样的话让这个结构更饱满一些，然后再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这就需要你这个个人去跟踪了。但是整体来讲，这个日线上这段是可能没结束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秦朋友问的这个 AMD 的话，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一下它的大周期，我们看一下大周期现在在什么状态。我们之前分析的是 76.48 这个结构啊， 76.48，
是 A0 的话，它到267.08这个空间在月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但是这一段在月线上只是一笔呀，所以说月线上一笔，但是它的周线上我们看1、2、3、4、5走了5段，跟刚才看那个 ONDS 是一样的，就是 ONDS 走了第4段之后，有可能要出5了，但是这个 AMD 的周线上的话，已经是在走第5段，而且还出了一个高点，把这个高点给它重新标注一下。那么第5段出来了，第5段出来之后，它如果说能够把这个 MACD 来一个空中加油，哎，收平了之后往上走，那这样基本上就可能再次突破这个267.08，对吧？但如果说哎到了这个267.08附近，我上去了，但是不能够突破它，然后这个内部没有力度了，小周期的结构饱满了，我可以在这里震。所以说现在就看它怎么选。那我们看一下小周期上主要关注的其实就是194到238这段，看它之后的一个怎么生长。我们来看这个194这个，我们把194这里断开看一下。我们现在只关注194.28右侧这些，它现在是做了一个中枢，我们把这个右侧给它补全会儿。这里2次回荡，然后现在还是杀出来了，日线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个第2次回荡的时候，就是说这次199.8又踩到了120天这个位置，有没有加呀？就2次回荡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又给你了一个类似一个低开高走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一天，就这一天，我们看一下是哪天？1月12号，1月12号周一那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回落也够比了，又踩到了120天，这是相当于双触发呀，或者说叫双重系统验证。一个是这个缠论系统，它构成了一个中枢；二是这个120天这个均线系统，类似一个双系统验证的这么一个位置。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位置当1月12号那天进场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个基本上你买了就赚，买了就涨，这是最舒服的，对吧？那么现在就看这个离开。现在是潜在的，如果说这个 MACD 能跟上来，潜在的要走离开的话，它必须要打掉这个，或者也不是必须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有没有等比例先。你看现在231.54就是这个等比例的位置，这里就不能够一直，它比较有力度的往上走，起码要突到0.618这1.618这里251，这样的话就跟这个进入段不背驰了。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说我再做一个中枢，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对吧？但是因为啥呢？因为它马上也要出财报了，2月3号盘后要出财报了，所以说，但是呢，1、2、3，这虽然说有5根 K 线，但是结构小周期上应该是不够饱满，最后这一笔的结构，它的结构应该不够饱满。简单看一下。现在是1小时的话，没有回档，这里是有过一次回档，但是也不够。我们看一下30分钟有没有比较明显，30分钟上给了一次明显的回档，但是呢，这里的话，也可以算是1、2、3，哦，那30分钟是这样，30分钟是有过几次回档了，1、2、3、4。这里的话也可以算是有一个中枢，这里可以是有一个中枢。那么30分钟上的话是这么一个结构，现在我们看30分钟这里给你了一个中枢。那么现在就是说30分钟这个中枢现在回档，针对这个中枢的话还是一个3买，但是现在这个反弹就这笔出现3买转2卖，或者说3买再次突破前面的这一笔的这个力度现在没体现出来，或者说力度没有强势的表达，它有可能是再次跌破一下这个227.2也可以，再次跌破它就说明这个底分型就这个构造失败了，那继续往上延伸，那最差的当然是就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继续在这里震也是可能的，对吧？我看我们刚才那个ONDS， 它这个中枢走着很远也能被拉回来，所以说不是说我这里出现潜在的3买就100%要构造成功，它不构造成功就说明前面下跌的一个延续而已。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227.22最好不要被跌破，那这样的话就看这个30分钟这一笔能不能够出现，最好是能够再次突破前面这个238.35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就看它有没有盘整背驰。如果说没有盘整背驰，力度比较强，你就多拿一拿。但是呢，如果说突破了这个238.35，但是没力度，
比如说小周期上有2个小中枢了，到这个位置，那你就卖一卖，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被吃，那就可以再回来，在这里做第2个30分钟中枢，可以再打高点也可以，对吧？所以现在就是看这一笔，如果说最差的呢，就是再次跌破它。再次跌破它，如果说也不回来的话，还可以再次构成潜在的300。所以现在就是主要跟踪的就是这个30分钟这个小中枢就好了。但是呢，起码现在做多的力量没有出现。你要是想做多的话，就如果说在小周期做差价的话，那就谨慎的盯着这个227.22，如果跌破它就弱了，对吧？那就更弱了。所以现在这个做多的话，要这个小周期上要相对的谨慎一点。我们再往下看，丽丽朋友问了一个 SMR， 想买入是吧？这个是一个做核电核能的，那么现在主要这些就是，之前有朋友问过那个什么 OKLO， 这些都是小型的，现在就是因为数据中心出现的原因，造成它们现在比较火热。那么它的结构上出现了一个变化，我们看。1、2、3、4，哦，它这个是回档不够，这档回的比较深，但是呢，在当下的时候其实是针对它还是一个，我们看一下裸 K， 如果说你以次高点来画的话，这个回档是够，下面有一个中枢还是一个300，对吧？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所以说这在当下分析的时候，这个300或这个叫次300、次级别300的话是有意义的，就是30.62，但是严格定义的话，它是不够一笔呀。因为高点在这个 53.5， 它前面这个 K 线的高点 53.39， 所以这就是你在实际交易中这个 30.62 你能不能够发现它，或者说你能不能够识别出来要不要做它。因为你如果说从 53.5 划分，它不够一笔，所以说你想啊，我再等，就是说我要这个必须要等到回落一笔的时候我再做，它不给你出现，它不出现的话，那后面这段就62%的一个涨幅跟你没关系，对不对？所以说，尤其在周期比较大的时候，又出现这种回落的时候，你再看一下当时的一个回到 0.5%， 回到 0.5 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位置如果说能识别出来的话，是要进场操作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看它现在这个是一个什么结构？如果说我们前面这个不算的话，就是按照严格定义来，那么它就是一个又给拉回来了，对吧？一个想要尝试离开中枢，但是没离开了，又被拉回来了，又回到这个中枢继续做这个中枢震荡。那么而且这个也是前面出现过一次底分型，现在出现第2次底分型，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带跳空缺口的一个底分型，这个是一个带跳空缺口，这是强势底分型，对吧？那么你想在这里进场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看一下小周期上这一段。如果说它要把这个底分型的低点打掉的话，而且这个底分型的低点还是踩得很技术嘛，对吧？一个是中枢的中轨，刚好是踩到中枢中轨这里了；一个是这个均线，刚好是在200均这个位置，看到没？200周的均线，200周的均线刚好踩到这里，所以这个 13.98 有希望成为一个中期的一个底部。那么这样的话，你要想进场，现在这个 MACD 也提上来了。MACD 是提上来了，但现在这个回落是不够一笔的，所以说不知道你在1小时上有没有进。现在如果说在1小时上没进的话，它有可能要快速往上拉。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因为在日线上这个回落是不够的。看一下1小时，1小时有过一次比较深的一个回落，那么回落也够笔了。那么当下这个回落，前面还有一次回落，在这里还有一次回落。那就是这个是构成了一个中枢，我们把这个1小时上最后这段给它画一下，这是有一次回落，这个是这个2买，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然后做了一个中枢，然后现在是这么一个结构，对吧？所以说1小时是这么一个中枢在这里，所以说第一个2买那个位置，如果说能够识别出来的话，那是最好的一个进场的位置，就这个位置，它出现一个高点之后给了一次2买，那么在当下是什么个位置？它当时还回得很浅，连0.382都没回到，但是它是回落是够一笔的。前面这里也有回落，但是不够，所以说现在是够中枢了，又到了这个中枢，所以说它比较尴尬，就是说又到了这个中枢的上沿了。你现在这个位置进，它完全可以再次回档一下，然后继续往上走。我们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出来，
最好是比如说它再次回踩一下中轨，你再买在这个位置，看它能不能往上走。你现在买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它刚好在上沿这个位置，完全它可以再下来，甚至再砸到这个中枢的下沿往上走也可以的。所以我的建议的话，MACD 也没有张开口，所以说比较尴尬。个人建议的话，可以再等。如果说怕踏空的话，你可以稍微近一点点，因为它完全也可以是，比如说小周期上它是一个，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它完全是小周期，比如5分钟上、15分钟上一个快速往上拉也可以。但是现在力度还没有出来。如果说你发现有给你一个，比如说收盘之前一个非常强的站上了这个收盘的时候还能收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稍微近一点，防止它后面有一个快速往上走，对吧？你那样的话，你可能要再次这个位置才能进。所以说，它如果说有力度的往上突的话可以进，但是如果说没有力度的话就不要进，等待它再次回撤中轨，甚至是下轨的时候，甚至到200均都可以的，因为它都没有脱离这个区域嘛，对吧？就是说这个稍微的要不要太急躁的往里冲。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有一个朋友 Kevin 朋友问 PANW， 这个是一个做这个应该是做网络安全的吧，是吧？他问怎么看？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它的图形之前是比较乱的，但是在周线上我们这里标出了一个9，1、2、3、4、5、6、7、8、9，第9段之后还出了一个高点升级了这个周期。那么现在这个回落的话，现在也够一笔了。周线上这个回落是够一个周线的一笔回落，但是因为这个升级之后的中枢是升级的，它需要2次回落，还是这个中枢的300。还可以再上去，对吧？如果说只是1次回落的话，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出现一个盘整背驰，然后往上走。但是你现在判断的关键就是这段有没有结束。但是呢，现在就是说这个177.23是不能够被跌破的，前面是形成过一次，但是这个底分型是回落这一笔是不够，那现在这个回落是够一笔了。那么简单看一下日线上，它的财报可能现在还没有出具体的时间。那么在日线上，这里是有过一个1、2、3段，对吧？就是一般都是3段吧，你起码要出一个1、2、3段，出了背驰之后，你才好比较嘛。我们要进的话，必须要么是盘整背驰，对吧？你要么是5段。5笔5浪，要么是一个趋势背驰，就是这最简单的结构。3段这个可以结束，5段也可以结束。那么5段这就是盘整背驰嘛。3段的话就是趋势背驰，其实就是这是最简单的结构。那你说我带这个中枢的，这就是更饱满的结构，对吧？不是说一定要带中枢，也可以是浪形的模型。所以说你要么是出现一个3段，你要等；要么出现一个3段，对吧？但是如果说这里有一个1、2、3、4、5的，就更小周期可能有一个1、2、3、4、5。但是日线上的话，这是一个1、2、3，所以这个位置你是能够抓得到的，因为它出现了一个背驰。你如果说一直盯着这个股票的话，这是能抓得到它的。因为跌破了前面低点，你发现这1、2、3段又背驰了 ，MACD 又不往下走，那我这个对位大胆尝试嘛，对吧？所以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位置能够100%的保证我就赚钱，没有这样的位置，你都有风险。我突然进这个位置，我进去了，我走得好好的，突然出一个突发事件，什么美国又去轰炸伊朗了，咣叽全部都砸下来，对吧？你没有办法预测到这个，所以说任何位置进都带风险。你所谓的这个保护性的这个措施，只有止损，或者说我有一个挂一个 stop loss 的这种单子，如果说跌破了它，我就走掉就可以，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防止继续亏损的这个办法，而没有说我这个位置100%赚或者100%怎样，没有100%的事儿，所以说都是跟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个172.23这些在周线上是那个底分型，所以说现在是可以是这其实可以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在这里我做一个中枢，看能往上走。那现在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所以这个MACD 也快到零轴了。如果说有的话，或者说想跟的话是可以买一点仓位，但是整体的强度还没有出来，就是多头的强度没有出来，它可能要爬到零轴这里的话，在这里潜伏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啊，或者说它的公司业绩上有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然后往上走。但现在多头的力量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吧，整体来讲是偏弱一点。这位朋友问了一个 Coinbase 的话，分析一下是吧？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最近呢，就是跟这个比特币啊、虚拟币相关的这些都比较的弱。最主要原因就是比特币啊、虚拟币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大的宏观面没有好消息出来，所以这些机构不买。那么机构不买的话，那你小散户你拉不动它呀。现在这个 Coinbase 现在正好是这个1、2、3段嘛，你看呢，又是一个1、2、3段，我们比较一下这3段。哎，同比例248.98，所以说一个关键的位置又踩到了120周线，120周均线上，但是这个 MACD 这个张口还是有点大，没有收起来，收平啊、收窄啊都没有出现。如果说这个248.98扛不住的话，那就可能要延伸了，延伸的话就不背驰了，就是123的3跟1被比较不背驰，那你就可能要出现4和5了，那可能要去200天了，对吧？甚至是到1.618，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停顿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这个225.47的话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看一下日线上这一段这一笔的内部，这个内部的话，我们在周线上简单看的话，这里也能看出来，这里有中枢，这里有中枢，对吧？有2个了，所以这里有潜在的可能结束了。如果说给你一笔反弹，那你要关注的什么呢？就这个反弹能不能碰到这个位置，能不能碰到291.46？反弹了碰不到291.46，还是一个4浪反弹，还可以有5，对吧？它可以是一个5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所以现在就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反弹的力度。那么现在这个反弹这一段是够一笔263.07，这个跟刚才那个这个 SMR 就是这个核能那个有点像结构，你看到没有？这段因为它在周线上是一个底分型，但日线上只有一笔，在1小时上肯定是带中枢了，所以说这跟那个结构是一样。这里我做了一个1小时中枢，有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对吧？现在又到了这个中枢底部，看一下这段的内部有希望结束了，所以这里可以去做一个1小时的这个中枢的一个震荡，它可以再次弹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概空间。3%、4%左右的一个空间震荡，就看你要不要做它。就是你现在只能做1小时，就是说没有大的这个结构给你做，你只能先做1小时的这个震荡。如果说能够有力度拉上去，当然更好了。但是如果说你要做它的话，现在就只有1小时的这个区间震荡，只要不跌破前面这个225.47的话，那都有希望在这里生长出来一个，然后继续打。如果说不背驰，比如说进入段跟离开段不背驰，那可以再生长出来一个，对吧？以这种方式构造我们刚才说那个什么呢？就是周线上那个4浪反弹。好的，所以说这个就只有这个1小时才能做。最后分析一个有一位 Kevin 朋友问了一个这个 Path 15被套止损吗？15被套刚好是在这个你的这个现在这价格是在你的那个进场的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你说想要止损的话，我们看一下大周期它是个什么情况。这个图形之前没分析过。周线的话，这是一笔上下哦，做了这么一个，有可能周线做了一个反向中枢之后，这里如果说能够停顿得住的话，那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反向中枢，对吧？所以说就看这一笔日线的话，这是一个，就是说1小时日线上只有一笔，因为它只有这个这些反弹都不够。所以说1小时上是带一个中枢的，所以说需要看一下1小时这个结构。如果说1小时有的时候它比较复杂的话，就比较乱的话，你可以看2小时或者4小时都可以。2小时这里是一个上下上，对吧？这里有一个
不管是2小时、1小时，这里都有个中枢。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主要找的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背驰嘛。它现在是有背驰的迹象了，就这段有背驰的迹象。所以说你问那个要不要止损，那它这个已经有背驰了，你现在损它干啥呀？对吧？你等它弹一下，肯定你没准还能小赚一点出来。它可以弹一笔这里，因为这段的下跌没有力度了呀。我们把最后这一笔用最快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比如说现在的周期是2小时，我们看一下1小时的话没有结构，30分钟，这里有一个1、2、3，对吧？这3明显也是弱的，3明显跟1比较也是弱，所以也是预示着它要反弹了。那么如果说能够再弹一弹，但是现在这个30分钟啊，现在30分钟力度也没出来。如果说30分钟这里，比如说这直接结束也可以，那就可能再往下走。但是不管怎么讲吧，小周期上是就跌不动了，也可以这么说。所以你现在要割的话比较尴尬，你一旦你割完之后，它可以这个结构就饱满之后，它就可以往上走了。所以我建议是等它弹一下，比如说2小时上它这里弹到比如说200均或者120均，那强度大的话到120均。如果说弱一点的话，到200均，那也能让你去起码不亏着出来，对吧？所以说，但是呢，就是你要盯着，就是周线上这一笔有没有结束，就是从这个最高点，从这个19.84下跌，主要现在关注它就是它有没有结束，它结束了才可能上涨，你下跌结束才可能上涨，上涨结束了才可能下跌，对吧？所以我们每次做的时候都要看它的延续性，你做多就是看它上涨的延续。我要现在要做多，那就这一笔不能结束，继续往上涨，我才能赚钱。如果说你要做空的话，那它继续往下延续，你就赚钱。所以我们赚的都是延续的钱，就是走势延续的钱。好的，那么的话，今天我们的